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仔。像今天我老大呢就约了我起了个大早来拍这个 BYD Seal 海报我已经试完车，什么东西都已经拍完过了。我只可以讲先给一个结论，除了震撼还是震撼。这样子哪里震撼到呢？我们再来慢慢看。BYD Seal 目前它的价格也已经出来了，各位也都知道了。我们今天拍的这款是它的入门款也就是 Premium Rear-Wheel Drive 的版本，价格是179,800，17,900。这个价格其实也没有错，包括到这个车型都已经是直接对标着 Tesla 的 Model 3。因为现在 SUV 当道的年代会出Sedan车真的是很少尤其有电动的Sedan，我相信在本地市场的选择是更加少。不过呢，这个 BYD 的海豹其实各方面的数据我甚至觉得它可以讲是本地市场最值得、最有性价比、最快、最强的电动车，没有之一。不只是电动车甚至同等价位的汽油车这个 BYD 的海豹都可以从各个方面超越他们。在接下去看这么帅的海豹之前麻烦还没有订阅频道的各位先帮我按一个免费的订阅首先第一个震撼的点就是它的外形。其实 BYD 之前发布的车款我都有去看过，我都也有做过影片包括这个 Atto 3，包括 Dolphin 这两款车的外形其实你讲难看也不会，不过并不会有一眼就刷到我中到的那种感觉。相反呢，这个海豹当我来到现场真的看到实车过后，哎呦不可以顶当然我之前也有看过别的同行们拍了这个海豹，不过你看影片跟看到真车那个感觉，我可以跟你讲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影片看照片就会觉得不错看这个车，不过你要去到 showroom 去看看这个海豹真的你会被震撼到它这个外形。它的整个车头因为是 Sedan 车的关系，所以它的车头是做到非常的低趴，可能这个风阻系数也会好一点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车头灯的造型其实也是蛮好看的，虽然都是 BYD 家族，不过它跟 Atto 3跟 Dolphin 都有蛮大的差异。海豹可以讲目前本地在售 BYD 车款当中我认为最帅的 BYD 车款它的这个车头灯就是现在流行的这种设计，细小非常锐利的，单从这个眼神就已经锋芒毕露了。再来这些灯组方面当然都是给完你 LED 啦，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在下面我们原本 fog lamp 的位置它就用了这个4条线来作为一个灯组，这个设计不错。原本以为会很违和的，不过放在这个海报上面我就觉得不会突兀，非常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浑然天成然后当然在这4条灯的后面其实也是有做一个通风口的设计，主要应该就是给它的 brake 来进行降温，毕竟加速这么快的车 brake 哪里可以不降温车头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 BYD 也是很厉害就是它这个360的 camera这个前面的摄像头，这个 BYD 把它做到非常小一粒，蹲下来这样靠近看的话就会知道它是一颗镜头。如果你站远一点，在一个正常距离之下，几乎你是不会注意到那边有这一粒小的黑点的啦。对比起别的品牌别的车款的话，这个前摄像头就不会有那种很突兀的感觉，不会整块肿出来这样子啦。然后底下的这个 front lip 包括这个 lower grille 的这整个部分都是采用 piano black 的配色，所以在整个车头你不会看到有 chrome， 就不会给你一种老气的感觉，原装都已经帮你黑化了，看起来就更加的运动。除了这个 BYD 这个 logo 是采用 chrome 啦，再来到车侧，首先可以看到这些窗口的边胶条等等也全部都是采用 gloss black， 真的是一点 chrome 都不要给你毕竟 sport sedan 已经是跳脱于传统的 sedan 安哥的那种形象了但是车侧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chrome 啦，这个其中就是在它的 rim 的部分。这个 rim 你远看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电动车的 rim， 不过当你近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到它还是一个电动车的 rim 讲电动车的 rim 就是它会比较多的这些 cover， 电动车都是这样子的设计啦，就是为了风阻，为了这个续航。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brake disc disc rotor 是采用打孔的，哎呦，当然这个搭配也是非常合理啦。毕竟呢，这辆 Rear-Wheel Drive Premium 版本的海豹0到100的加速是要 5.8 秒，当然快的车就要配好的 brake。轮胎方面的话是采用 Continental， 它的这个轮胎尺寸前后都是一样啦，235/45 R19 19寸这个你换打压的时候我相信你有心理准备了的啦。BYD 车款都是以海洋生物为这个设计概念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 fender 的部分也有这一块像是那个鱼呼吸的那个部分上面也有写着 BYD Design。当然呢，我转过来看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做通风口的啦，不过也不是镂空的设计，是一个封死，纯粹一片 cover 而已啦。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门把手也是很好看的，它是在你解锁过后，这个门把手会自动弹出来的。这个设计同样也是为了降低风阻，你开车的时候呢，这个门把手就会收进去。但是这个门把手又给到你一种 premium 的感觉。如果在汽油车上面的话，我记得啦，是在 Range Rover 上面才会看到这样子的门把手。然后下面这个类似 side skirt 的部分也是采用 gloss black，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棱棱角角的设计，并不会到太过浮夸的感觉。后轮的话，它的这个在 brake 的设定方面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个盘很明显对比起前面2粒轮的话，就会比较小片。disc 也是没有打孔、没有通风的功能，就是传统的一个 disc rotor 啦。这个轮胎尺寸等等都是和前面的2粒轮子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因为它是 rear wheel drive 的关系就把这个后轮加宽一点。车头给我的感觉是震撼，车尾给我的感觉就是超级无敌的性感。首先是这个尾灯真的是这个亮起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漂亮。它里面就是一粒这样子的一个 LED 设计，当然时下流行的这个贯穿式肯定也是少不了的，甚至包括到它开 signal 这些 LED 灯组都看起来非常的是有quality的那种其实不一定 LED 就是会好看我也有看过一些用 LED 做成的灯组，不过看起来还是会有廉价的感觉。这个 BYD Seal 就完全没有。这个车尾也让我想起了 Mercedes 的那个 Coupe SUV 的那种样子是有点像啦。虽然讲这个海豹是一个 sedan， 不过可能它的这个车尾比较肥、比较高，所以看起来是有一点像是那种 Coupe SUV 的 look。往下看这边还有一个黑色的装饰件，原本我也以为和车头一样会有开口，当然一样也是封死的，伸手去抠了，我已经证实过了啦。不过这个我相信之后如果有一些可能 aftermarket 的想要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导风槽其实是不难的啦。当然右手边就有一个 BYD Seal 的一个字样，它的车尾整体是蛮干净啦，没有太多的字样不过其实在这个 BYD Seal 的底下应该会有一个 5.9S 或者 3.8S 的这个 logo， 不过因为这个试驾车的关系所以就没有。然后这个也是唯一一个你可以从外形就分辨出这台海豹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版本还是 all wheel drive performance 的版本，仅此是通过这个字样而已。这2款整体外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差异包括 rim 的设计等等，这个 BYD 都没有进行 cutback， 这点 good job。再往下呢，这个 BYD Seal 原装也是有这个 diffuser 导风刀的这个设计，具体有没有导到风，我看这个设计我感觉上是没有啦。Sport 凶悍的程度在美观方面这个东西肯定是加分加到够力的。车尾箱方面因为是电动车，再加上它的这个 suspension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个海豹的车尾箱一眼望去并不会很大啦。不要讲并不会很大，如果在同个 segment 换成汽油车，它肯定是小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稍微我觉得有点输的地方啦。当然同样海豹也是有给到你电动尾门。这次这个海豹的内装设计也对比起之前2款的这个 BYD 车款都显得收敛很多，更加符合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审美先讲这个 R3 BYD 在本地推出的第1款车，当时候呢它这个内饰的配色也是被很多人讲啦。当然到现在我也还是认为太过花俏、太过 fancy 了，那些颜色甚至是讲一些线条都太过复杂了。慢慢到了这个 Dolphin 的时候就比较 OK 了。到了这个 BYD Seal 海豹的时候BYD 就少了很多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无论是设计到配色到材质都更加符合马来西亚本地市场的这个口味。首先它的整个 dashboard 一眼望去你并不会看到有太多很花俏的配色，都是黑色灰色为主，然后线条对比起 R3 的话，相信你也看得出真的是收敛了很多很多啦。它这样用黑色灰色来做搭配也可以显现得出一种 premium ADAS 的感觉。当然电动车要的这些大荧幕小荧幕这些都是少不了的东西啦，在 BYD 车款的身上也都是标配。再来前座的这2张椅子同样也是值得称赞的一个地方。首先它是真的有那种 semi bucket 夹住你的腰的那种感觉再来它的这个皮革材质真的是很柔软很柔软感觉上是已经有 Nappa Leather 的那种水准了。总之就是很软很软很 soft 就对了，整个cushion坐下去是真的很舒服。不过前座有一个小小我要 complain 的地方，就是它这个 steering 太过大个了，你坐在这个驾驶位的时候这个 meter 一部分的视线会被你的 steering 上面的这一圈顶住，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做不好的地方再来这个排挡杆，这次也是这个 BYD Seal 一个很大的卖点。这个排挡杆呢也是有别于以往的 BYD 车款，这个排挡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它是像那种水晶这样子的 design 啊。这个时候又给我想到 Volvo。材质方面除了有很软很像 Nappa Leather 的这个皮以外，这个海报也用上了大量的 Alcantara， 包括副驾前面的这块 banner 也是用这个 Alcantara， 包括到车门边门把手后面的这块饰板也是用上 Alcantara。Alcantara 等于什么？等于运动，等于 ADAS。当然这个驾驶位这个海报它也有给到你这个 HUD 抬头显示器。后座方面的话门板方面的这些材质包括这个氛围灯，包括这些 Gunmetal Grey 的这个配色的饰板，同样材质方面和前座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 cashback。又要再给 BYD 多一个大大的 good job。这个门板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有采用一点蓝色的缝线设计，所以你整体看起来它并不会特别突兀的感觉。后座冷气当然也是有给买你的啦，不过这个冷气我看久了它好像有点像一个表情这样子的。空间方面都这么大台sedan了，这个空间肯定是非常非常够的。不过我会稍微嫌弃的就是它的这个地板有点太高了，当然我也知道它是要装电池的关系，所以我的脚就会有点抬起来啦，这个是稍微有点遗憾的地方。还有一个我要吐槽的地方就是这个也是不只是海报啦，所有电动车的通病，就是他们都把冷气调整的这个界面直接把它放在这片大荧幕里面，这个还是有点不方便啦。冷气类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用按钮来进行操作会比较直觉啦。驾驶感受方面有什么好讲？电动车快咯，快到没有朋友的那种哦，快到把你整个按在这个 bucket seat 上面的那种感觉咯。我老大有载了我一下啦，我当乘客来体验这个0到100的加速确实是很快，可以感觉到快。不过当换成我自己驾这个海豹的时候这个体感方面又是完全不一样了的。因为当你是一个驾驶者的时候，这个电动车我是驾惯汽油车了的啦，所以我一上到电动车你一踩下去的时候你感觉这个加速快到很不真实因为汽油车你踩油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听到你 engine 的声音压箱的声音风噪等等就会有很多噪音来跟你讲，我现在在开始加速了。相反电动车你一脚踩下去，它没有声音，风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突然间你就感觉你已经被压在这个椅子上面的那种快了，就是一种静悄悄悄无声息，你的生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就已经上到很快了。这个当然你用久了电动车可能就已经适应了啦。不过我比较耍酷即使它是 5.9 秒 rear wheel drive 的那一款这个还不是 3.8 秒的那款真的试驾到那款的话，我真的是不敢想象再来你要知道这一款的这个售价只需要179800块，你用这样子的价钱可以买到这样的马力，这样子的加速体验无论你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这样子又要再讲到它的这个对手 Tesla Model 3， 同样也是有2个 spec， 然后这个 Model 3它 rear wheel drive 的版本价格是189000，跟我们今天试的这一款海豹它的这个价格就只有1万块左右的一个差距BYD 很摆明就是要贴住 Model 3来打就对了的。再来数据方面其实这个海豹各方面也都是赢过这个 Model 3的，包括这个续航里程。Premium 的 rear wheel drive 版本它的最高续航里程有650 km， Model 3 rear wheel drive 的话就只有513 km， 这个就差了蛮多的。再来0-100加速 Model 3 rear wheel drive 6.1 秒，海豹 5.9 秒，这个同样也是低空飞过，贴住 Model 3来打。再来我懂你肯定又会讲啦， Tesla 电动车大品牌 BYD 什么中国品牌都没有听过的。不过如果你是稍微有做过一点功课啦，你并不是那种网络上面每天骂人的那种酸民啦，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 BYD 呢，他们独有的这个刀片电池BYD它已经是好像批发商这样子了它不只是单单做电动车，这个 BYD 就连电池组也是自己家里研发的，甚至这个刀片电池在别的国家也有供应给这个 Tesla 的车款 Model 3 Model Y 来使用的。所以你讲 BYD 是不是你印象中的那种廉价大牌的中国品牌嘞？他们的这个研发实力可以讲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包括在中国这个 BYD 的电动车也是在他们的市场卖到最好的电动车，所以这个技术方面你就不用太过担心再来我懂你肯定也是在 Facebook 还是在哪里看到了的就是在讲这个海豹它在2026年过后政府要开始跟电动车征收路税的时候，它的价格是很夸张7000多块还是多少钱这个同样我也可以跟你讲我个人的一些看法OK， 本地的政府现在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很积极的要让本地市场来转型，本地政府也更加推动电动车包括免税等等等等啦，有很多种的福利。这个政府都是在鼓励外国的品牌，尤其是电动车的这个品牌进入到本地市场，
所以在这样推动电动车的情况之下啦，我个人认为这个路税计算的方式以后有可能会不同，毕竟本地你懂啦，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的，有可能会用别的这个计算方式，并不会用现有的这个方式来计算这个路税，我觉得并不会是我会担忧的一点。还有我懂又有人要讲啊，电动车插电浪费时间的。OK， 同样我以一个 landed 的用户来跟大家分享啊，一辆电动车，你早上你上班用完了，然后你晚上回来的时候，家里自己有充电桩啊，其实就已经可以插出电，然后你去睡觉啊，做什么都好，等到隔天的时候又是满血复活了的。所以如果你是住 landed 的话，基本上充电这个问题啊，你根本都不需要去担心的嘛。你有电动车了，你家里你一定会去装一个充电桩的。如果你还是会觉得浪费时间，这样子你不要睡觉咯，你睡觉哪是浪费时间，起来做工咯，做工跟他做满24个小时咯。你总会有休息的时候，总会有不需要用到车的时候的嘛，就把这个时间拿去为你的车进行充电，就这样简单而已嘛。再来，如果你是住 condo 啊，需要到外面的充电桩进行充电的话，这个就不免会有一点点的不方便。不过同样啊，其实也并不会到浪费时间，这样够力嘛。OK， 你充电2个小时、3个小时，你在这2-3个小时，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嘛。又不是叫你充电的时候人站在那边看住你的车，看住那个充电桩，看住它 charge 的这个过程，不需要的嘛。也可以去吃个饭呢，去做什么东西都好。甚至你的工作如果是有用电话、用电脑就可以工作的话，你也可以附近找个 cafe， 在这个车充电的同时，你也可以顺便完成掉你的工作的嘛。所以浪费时间啊，我不明白怎样会觉得浪费时间啊，最多我就会觉得你不懂得利用时间而已啊。所以这个 BYD 的海报啊，同样啦，我还是会非常推荐各位，它真的是目前市场上非常值得的一款电动车。同样也是我认为性价比最高、最优先的这个如果我是一个买电动车的用户啦，我最优先会先考虑这个 BYD Seal， 因为它从各方面，从这价钱方面，从加速、从科技配备方面啊，它都是目前这个价格里面最强的电动车，没有之一了。这样子，如果对这个 BYD 海豹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到 Mid Valley 的这间 BYD showroom，新山人应该都懂的啦，都可以去到他们的 showroom 询问更多的详情。麻烦还没有订阅频道的各位，帮我按一个免费的订阅哈。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我们下期影片见，拜。